约旦加以色列之旅。我们现在在约旦，我们准备揭开玫瑰城神秘的面纱，世界7大奇景的佩特拉。我们现在在佩特拉外围的山丘之上，我们在这边呢，先从这个地方拍摄整个玫瑰城的景色。它是约旦的一座古城，距离它的首都安曼大概有250公里的地方啊。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想当然，我们就是要来看看它到底为人震撼的地方在哪边。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说像什么美国的大峡谷啦，还有呢很多世界上奇妙奇特的地方。但我觉得旅游是这样，你为什么要旅游？是因为呢，世界各国均带给你完全截然不同的感受，所以你才要来这边。很多人说像土耳其，很多人说像美国的科罗拉多的大峡谷，我觉得都像，但是都是不一样的感觉。世界7大奇景古城的佩特拉。Wow, it's incredible. So 这2个人，他们全部的家当就在脚踏车。外国人活到老，玩到老。2个差不多60几岁，骑卡拉车畅游佩特拉古城。哦，这就不是你我都做得到了哦。到了，对了。我们从大门口走进来之后，开始走上这一条漫长通往佩特拉的马道啊，马在跑的。这个马，球对球啊，球对盖球啊。你看，我们这一趟有我们的小沙，还有另外一位约旦人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们这里的国家保护着他们当地的旅游生态环境，除了环保之外，他们也保障当地人的工作。所以这个政府呢，并且呢，你不管是啥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你来到这个所在，你就一定要聘请当地的导游。旅游团体会一定要请一个当地的导游啦。他们是多神教徒来的啊。我们导游呢喜欢跟大家分享，用英文讲，我用汉语呢再给大家再直白的再讲解一下。那么到里边走的时候呢，这是他们的圣地哦，明白吗？所以他们朝圣呢都会走这条路。他们每4年的话呢，在这边呢走一遍走进去，大型的朝圣哦，不是1-2个人，那团队都很多的，整个那自己的神啊、山神啊，这边最大的神山神嘛啊。那么这边山上面呢有修了很多的水渠。这些水渠的话呢，就是把山上的水那边山上也有，这边也有，给它呢聚起来以后呢，储存在里边。为什么要储存里边呢？里边挖了很多的蓄水井啊，储存里边，万一发生战乱啊、荒灾啊，这个水都可以用哦。那里边的话，如果咱的小沙咧甲恁讲解，伊较会晓讲中文，另外一个阿督啊，伊是袂晓讲的。这嘛警察来当家，这个所在有一点是三不管地带啊。因为这个所在上早以前呢，虽然是一个古城，但是嘛是这几档来较开放起来哦。上这人来是日本人，还有这个欧洲的人过来家来家看这古迹，看这边的古迹啊。那这里还会有警察巡逻，但是它呈现一种三不管的地带，有一点地方自治的感觉。所以呢，你看看呢，来约旦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你一定非得有一个当地的人作为一个向导，在这边呢带领着我们，也保护了他们旅游业的经济生态。光一进来，我们在门口还没开始行的时阵呢，大家已经忘记了这个飞行机还有路程上的辛苦跟遥远啊，大家已经呈现得非常开心心目当中梦寐以求的这个玫瑰圣地啊，揭开这个玫瑰城佩特拉的神秘面纱
所以你想想看，有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啊，旅游团体它的费用比较高，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你旅游团来，你必须缴交的停车费、路程费，还有这些导游，你非得聘请，不然你进不来，一样的道理啊。你看这些马车穿梭在这个马道之上，农业有灌溉的地方，把水呢聚到那边去，那就对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呢走的这条路呢，开始呢走进去呢，人走的和马车走的就并道了，注意安全，听到马车声一定靠边。你别说我拍完照再走哦，不要，只要听到马车声先靠边，好吗？啊，注意安全。And from Rome, they were all meeting here. So we can see many of the products for the Bedouin trade, original Nabatean trade, who they were trading between. 香料当时呢比金银珠宝呢还要贵。那么这里边呢，你们会感受一下安巴特人的香料。你看，接着站在这里，我已经闻到那个香料味道了。大家呢进去感受一下就好，好不好？哦，感受一下就好了。跟着导。这个小沙意思是讲什么哈？他们当地人一定是挺家己的人的哈，不是讲今仔伊咧要卖你偌济物件哈，一定你爱买的问题哈。虽然这个小沙伊是中国人移民到家来做导游，但是意思讲当地人一定挺当地人啊。这里的导游啊，他一定会带到自己家的人、自己国家的人来这边呢，来捧场，介绍他们家的东西啊。那他的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旅游就是这样子啊哈，你只要不要是强迫性的旅游呢，人家店家开在那边呢，你。有的人带你进去捧场，无伤大雅。我们最怕的就是强迫性的这个购买，对不对啊？这种才会有压力啊。所以情况不一样。这个地方也是以前的门口处啊，这里有卫兵驻守着。Mills and horses, they open this part to enable the horses to drink from the water trough, and the other one here is for the human.If they want to wash their hand or drink,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water goes to the sewage system. 那这里咱们打开的话呢，水去流出来多一点，然后再把它合上，然后呢让这个骆驼呀、马呀、还有羊啊这些的都能喝得到。那边小一点的话呢是人喝的地方的啊，它有闸口的，打开喝完然后给它关上，就跟咱们这个所在你甲看哦，好像寸草不生。但是啊，伊免那啉水，这个古城以前厉害的所在，就是有这个引水道哈，甲所有的水，你甲看咱今仔规集拢是要介绍这个佩特拉，它就这样引进来，水同时给2种啊，其实都是动物啦，一种是灵长类的动物啊，就人类啊，另外一种就是马啊，同时一种水给2种人喝啊。那刚刚介绍那个地方。我们现在走进来这个地方，也就是以前佩特拉的大门，也就是卫兵的驻守之地。当然，现在那个外面的卫兵呢，已经变成是灵眼的啦，哈，让你拍照收小费用的啊。有看到吗？这个就是以前大门口在栓的地方，那个门的地方哈，就是对这个入口处开始甲行入来哦。约旦人其实很爱国，而且也很团结哦。对，他到咱门口行了，咱讲咱导游吼，你介绍，这个跟中国人相共吼。你去中国大陆当下有无？咱景区写到最后吼，你会看到后壁有商店在那卖物件吼。啊，对，如果有较不了解的人，有的人会讲，你带来买物件，这个不是带你来买物件吼。有时候他们这个就叫景中点啊，他在景区里面要摆摊位，你管不了他啊，你不买就好了，你管不了他。所以我说吼。有时候旅游上面是这样，购物是一种愉悦，是一种快乐。只要它不是强迫性的购买，我觉得都很快乐，对吧？啊，但是呢，大家不要闻购物色变啊。有时候在走路的过程当中，经过超商啦，经过 Outlet 啦，或者是有时候人家路边摊在贩卖的，自己都怕起来。哇，那这个你挡不了全世界人家在外面摆摊的，或是在景区里面摆摊的啦，对不对？哈，但是呢，依照你个人愉悦的心情去购物，绝对是最棒的。
起来又给它修起来的。他以前呢把这个水倒起来，就是不要让水啊冲突啊。现在做的这水泥石窟呢，那里边呢，我们做的是拖马，就条条大道奔马，大道拖马。这些水道当然现在都已经没有水了哈。那但是呢，还是变成了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啊，让大家呢来看看。约旦的旅游业非常的旺盛哦，几乎所到之处呢，你都可以看得到观光客哈。那虽然呢，近年来这个埃及跟叙利亚的事情呢，很多人听到约旦就开始害怕哈，裹足不前了。其实啊，我还是那一句话哈，担心不完啊。天底下的战争从来没有结束掉的一刻，但是也因为这个叙利亚跟埃及之间的问题呢，让约旦很多的外国人呢，忽然间瞬间凋零了。欧洲人比较敢去哈，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来。玫瑰城佩特拉建于西元前600年，看多久了？著名的呢，包括从岩石当中雕刻出来的城市新建、排水渠道、藏宝殿、皇陵、教堂、祭祀、殿堂、修道院等等呢，全世界耳熟能详的历史古迹几乎在这儿你都看得到。这里佩特拉也因为印第安纳琼斯 （Indiana Jones） 是谁？哈里逊福特的电影 Steven Spielberg 拍的哈，成为全世界耳熟能详的历史古迹哦。在欧美国家早就已经在，你看看，印第安纳 Jones 是30年前的片子，有了20几年前，对吧？那个时候就已经风靡了全欧美国家，但在亚洲市场，因为文化的差异啊，在大概这10年来哈，才慢慢的为人得知，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约旦底堆啊哈，甚至还不了解。没关系，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今天就让我们带你揭开玫瑰城的神秘面纱啊！玫瑰城佩特拉成了约旦的国家宝藏，也成为世界上很多旅客最向往的历史古迹。来到这边走上个半天是非常愉悦的哈。瑞士的探险家在西元1812年重新发现了佩特拉这个古城，其实虽然已经在西元前600年就兴建，但是之前没有人发现。或许你会问，佩特拉为何又称为叫做玫瑰城？在这里哦。没拜啦，睡啦，爱来哦。被称为玫瑰城的最主要原因啊，佩特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就玫瑰城啊，这我们标题上也有打哈。联合国形容佩特拉是人类历史上的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类历史上的珍贵文化遗产。佩特拉在最强盛的时期，曾经是商业的中心，控制往西到加萨走廊的路径，往东到叙利亚大马士革的路径，往南到红海。哎呦，你看看，听到这边，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啊？在这边，光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呢，就足以控制整个波斯湾、加萨走廊等等啊。所以呢，往东它还可以到波斯湾的沙漠通路。佩特拉考古学家相信，佩特拉的崛起来自于他们能够准确的利用水道来引水灌溉。就我们一路上几乎看到旁边那个水道，有没有利用这些呢来去做什么防洪等等呢？赞哦！佩特拉的蛇道好漂亮的。说走咱就走，说停咱就停，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这个峡谷里边。里边呢往前走会有更漂亮的地方。对，现在你站的这个位置也有我站的位置。距今的2000年了。那边呢是新修的水泥石子路，那有神龛神像啊。他们当时呢要做拜拜，要跟神呢做祈祷忏悔，要跟神呢要做去祈福他。要怎么样做呢？去那里呢有水。拿水呢去洗礼，所以这个洗礼呢，在阿拉伯半岛呢很久了，不是今天基督教有洗礼，不是今天伊斯兰教有洗礼，那个穆斯林回教有洗礼，没有了。他们在古老的阿拉伯半岛就有洗礼，
他们在跟神去做祈祷啊，把手洗干净，就把脸也洗干净嘛，脏兮兮，神都就不得你的水，对吧？对，所以把脸也洗干净，手洗干净啊，脚也臭臭的，洗一下，都是沙子啊，洗干净，做好这种准备以后呢，坐在这里啊，也是跟这样啊，跟那神去祈祷。哦，神神我错了啊，神这样啊，神去祝福我们呀，怎样有的没有的。所以在里边我们去看那个相片啊，很多的神龛哦，有些神龛是这样子，有些神龛那样子，有些神龛呢是朝外边的，是你进去的人直接就跟神做祈福了。那有些神呢是往里边的方向，你出来的时候才能看到，怎样呢？是你出来的时候跟神在做个祈祷，神我要走了啊，神我要给你做最后的祈福了哦，你要祝福我的家人哦，你要祝福我，然后呢让我呢行程呢都很好怎样的。有些人他们去做经商啊，以前在我们做经商呢，去1个星期啊，去半个月，出去一下啊，进货呀怎样的。以前去经商的话，一走一出去，甚至是半年1年，哎，注意安全啊，明白意思吗？啊，甚至是半年1年都不回家的。那怎样呢？那他们就要跟神做祈祷，然后呢，拿着神的祝福，口袋里还要装一个小神像，啊，每天呢都跟神要做祷告，要忏悔。伊斯兰啊，你看看，所以整个在我们的路上呢，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神瓮，就雕刻在这个岩石的上面啊，一个瓮这样子啊，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也让他们呢敬神拜神的时候有个依据啊。用肉身挡马，资深美女，谢谢小王。不要老是加资深嘛。本来就是啊，你看他还知道要停下来，Go。这是最特别的地方啊！在台湾呢，你走路要小心摩托车啊，还有我们俗称的马路三宝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些马车啊，因为这里他们在于这个守法治的观念呢、就是在礼让啊，不是说法治的观念，礼让的这种概念还没有很清楚哦，所以他们有时候为了讨生活这个马车哇跑起来，如果你没注意看，都很危险的啊。那整个呢，走在这个古道上面呢，你就可以一直听到。我个人觉得还蛮愉悦的声音，就是马的马蹄声的哒哒哒啊，那听起来你不觉得吗？就特别有氛围哦。那我前面有讲到，考古学家相信的佩特拉的崛起啊，来自于他们精准的利用水道，这很正常哦。从历史来看呢，大部分的古城他们都会依水而居，因为人以前是需要，没有像现在什么自来水厂啊。不要说以前呢，现在我们对水的需求还是很强烈哦。而且他们当时懂得利用水坝来防洪，将贫瘠之地变成了沙漠当中的绿洲。所以啊，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它这里其实我们现在走的是最好走的一条小道哦。那你知道，其实啊。它这里不止这一条道路啊，只有这一条是最适合旅客走的啊，其他的根本呢都不太适合。像我30年前带着我爸爸妈妈来的时候，走的就不是这一条啊，走的就是另外一条马道啊，专程的爬山的那种驴子马在走的哦，哇！所以这里分裂出来的小道呢，非常的多，而且这里的消费非常的高哦。为什么？我就说过呢，三不管地带有一点自治区啊，在这里的马夫呢，基本上呢收取的费用非常的高昂啊。那当然呢，如果说真的你没有办法必须得坐马车的话呢，那也是得给他嘛，对不对哈？很多人说没猜忌，那我喝的没猜忌，这里给大不给大呢，看到家你就给大了。像那头马，那个脸那个马的那个。从大门口一路走过来呢，从马道走进来这一条呢，其实已经叫做蛇道了哈。蛇啊哈，动物的那个蛇啊，最窄的通道呢，只有3公尺的一个宽度哈。佩特拉的崛起呢，也因为这一个道路啊，引用水道来灌溉哈，这变成了它很有名的地方。
印第安纳琼斯的冒险故事呢，里面呢，哈里逊福特骑马出现的场景呢，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当时他寻找圣杯的神圣宫殿卡兹尼神殿呢。那卡兹尼，等一下我们等到后面的时候呢，到达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卡兹尼。佩特拉这一个约旦的一座古城，隐藏在阿拉伯谷东侧的一条狭窄的这个峡谷之内。你看有没有？我沿路上其实都一直有在拍那个水道哦。它应该被传说当中，就是旧约当中的希拉。但也有学者认为，旧约当中的这个希拉指的是石头，而不是一个城市啊。但是其实佩特拉的名义翻译过来呢，又称为叫做岩石啊。2000多年的古城被称为叫做玫瑰城。玫瑰城是因为19世纪的英国诗人 Burgon 的一首诗句里面写到，一座玫瑰红的城市，其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一半，所以它叫做玫瑰城，因为它的颜色。有没有这种颜色是否跟我们所看到的玫瑰城是不是有相符合啊？佩特拉死海古卷当中也被称为叫做点石啊，点石头哈。其实进来这里面你会知道什么都是岩石啊。佩特拉通常被认为是纳巴特王国的首都，它通往大马士革，还有这种波斯湾、印度洋、红海之间啊。佩特拉到底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其实呢，定论非常的广泛哈。那其实其中的陵墓半埃及半希腊的样式来估计，佩特拉大约就建在公元6世纪的前后，可能是托勒密王朝时期。随着纳巴特国王的开始兴盛啊，出现了这样子的城市啊。那7世纪被阿拉伯军队征服的时候，已经是一次废弃的空城哦。所以你来看伊的历史吼，伊伫西元前6世纪就开始起起来啊，一直到前3到2世纪呢，随着托勒密王朝跟有一个叫做塞琉古王国的这个衰落啊，纳巴特王国就开始兴盛，一直到西元106年的时候呢，纳巴特的王国被罗马帝国的军队攻陷了啊，作为陆路交通要塞的佩特拉才渐渐的衰落。按这个这样扫要扫到什么时候？其实有时候看到它，你会说它没有效率也好了，但是呢，你要说呢，它很辛苦也可以啊。因为很多人常常我们在讲的，比如说我们在旅游景点当中看到更吉啦啊，或者是这些马夫啦，也许我们这个思考会发现说，你怎么收那么贵？尤其是到某一些国家，到处要小费，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这就是落后国家的表现。其实不能这么说哈，先进国家也很多的是需要小费的，像美国、欧洲啦等等有的甚至呢是直接把这个小费呢涵跨在你的这个消费里面哦。小费这种东西呢很难去定义说什么先进跟落后但是它是一种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会去需求的、需要的那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给他，就像我刚刚前面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在国外也许看到了很多，不管马夫也好，抬轿的也好，其实当你觉得他喊价很高的时候，你换一个思考，换一个心态去看他你会发现什么？叫你做你要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旅游，在看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要换一副眼镜去看世界如果你到一个国家来，你用鄙视，你用讨厌，你用什么都不合你意，你用觉得我看你就不爽，对不对？我看你那个我也不喜欢，只要一点点不符合你意的，
你就开始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告诉你，当然，这是你选择的生活模式，但是旅游起来，其实人生哪有那么多不愉悦，哪有那么多的不快乐哈？气出病来都是你自己的哈。旅游就是要带给你开心，带给你轻松的。换上不同的眼镜去看看别人，也许你会觉得他要小费要得很高，但你可以换一个立场去看他，其实他们也很辛苦。你不一定要消费他，但是呢，你可以不用生气他。而前面我们讲到最后，他后来慢慢的衰落之后呢，被阿拉伯在被罗马帝国攻下来的时候呢，慢慢衰落，一直被阿拉伯军队征服的时候，他已经变空城了哈。所以你想想看啊，它有多特别啊！你看盖成这样子的城市啊，瞬间它也是荒废了。所以你说这个国家在西元前600年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文明，这样子的发达，瞬间它一样变成了被留下来的一座空城啊。佩特拉因为其赤褐色的砂岩高山的色彩闻名，这里的岩石呈现了褐色、红色、淡蓝、橘红、黄色、紫色，太多了啊，就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样貌。而我们从蛇道走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个算是佩特拉最中心点的地方。我们把世界当教室，我们来约旦佩特拉。最早掌控这片区域的是西元前1200年的以东人，他来掌握了这边。而以地理位置的优势，当时的以东人他掌控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要道。而我们现在呢，来到的也就是它的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呢，非常的厉害哦，它也就是印第安纳 Jones 来这边怎么样？来这边呢，拍摄的重点之一。那这一个地方也就叫佩特拉古城，你可以这么称呼它，你也可以称呼它自己本来的名称。这个地方也就是揭开神秘佩特拉面纱的地方。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一个探访失落的古文明啊，那这里呢，我们欧美国家啊，亚洲还好，我前面讲说欧美国家也因为这一个古城呢，也因为印第安纳 Jones 来这边拍摄这部电影，使得呢，它这里就变成了响彻了欧美国家的地方。在这里面，哈里逊福特骑马出现的地方，寻找圣杯的神圣殿卡兹尼神殿，就是后面这个卡兹尼，在阿拉伯语当中就是宝库的意思哈。它的意思呢，就是呢藏宝库。所以呢，这个响亮的名称呢，因为电影而有名。这个神殿呢，遭受到很多外国侵略者的攻击。神殿的外墙充满了被子弹扫射打，正在往前走。佩特拉仅仅是一座古老的神殿，可以参观的古迹遗骸非常非常的多。这一座被时光埋没的古老城市，近90%哦，它的古迹都还没有开放出来。在这个地方哈，我们来的季节呢是11月份嘛哈，年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佩特拉的这个气候啊还算可以啊。如果普通时候你不是挑在冬季来的时候，哇塞，这里的气温呢高达有40度。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呢走了1.5公里的蛇道，除了蛇道之外呢，我们还走了大概有2000多公尺的这个马道，走到了这一个被列为世界遗产。很多的人来到这边就是为了进来看看这一个伟大的古城佩特拉古城，建在2000年前的古城啊，就为了进来这里面揭开这里的神秘面纱。佩特拉藏身在海拔800到1000公尺的马德巴山，由阿拉伯民族的纳巴特人在红色的岩石当中把它开凿出来的一座伟大的城市。
这个城市呢，其实呢，西元363年跟西元551年也发生过地震，使得城内多处的建筑呢就变成了废墟，佩特拉城也被人随之遗忘，变成了偏远的荒村啊。只有定居在此的贝都因人没有忘记它，也因为如此，它被保留了下来。这里最多的时候拥有3万人，在公元前400多年，有3万人的城市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城市哦。文士、工程师共同创建了这一座拥有精致文明的这一种城池啊。约公元100年前的罗马人来接管了佩特拉城，所以在这里有很多后来的建筑，我们后面开始要走的地方，包括石柱大街等呢，才会出现罗马式建筑的标志。啊，开始唱歌给小孩听，小孩和小明听大门躺在一起，对不对？是啊，他们在一起，在一起，当我们躺在一起，奇怪它也称为纳帕泰城池啊。佩特拉拥有的这个粉红色的岩石的精美雕作哦，对约旦来讲呢，是这个国家的精神象征啊。约旦古城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2000多年的千年玫瑰古城啊。那我们呢，从前面呢已经走了长达2-3公里哦，就在这个蜿蜒的蛇道走过来，埃尔卡兹尼神殿也看到了。我们现在继续往后面走，看看这个巧夺天宫。我刚刚前面有说了，它大部分都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在这个巨大的砂岩山丘里面，早于2000多年的失落古城佩特拉，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哦，剩下的都还没有开凿出来啊。它的法院啊，那早期的话呢，在希腊罗马时期，还有安巴特时期呢，就是法院。在后期拜占庭时期啊，就是基督教时期，他们的是一个教堂。那他们的宗教领袖那个牧师啊，就是法官了，他就来判刑啊，他来量刑啊，什么都他来做主了。那下边还是监狱啊。那左手这边呢，那一边呢，全部过去呢是皇家陵园啊，皇家陵园。那当时的时候呢，那边我们看到的是4世第4大皇帝的坟嘛。那这里的话呢，是第1代、第2代的，还有第3代他们的皇室的皇家陵园呢，就安排在这个位置了啊。也把它呢叫做彩色的这个装饰，因为它那个一点一点的像丝绸似的，颜色呢很绚丽啊，在那个岩壁上边，所以的话呢，我们把它也叫彩色的岩壁画式的这种宫廷建筑了啊。那当时的这个人的话呢，在这边呢，他们祈祷祭祀埋葬亡灵，不在里边住，在外边住。那罗马人公道里边呢，才在里边修了一些建筑物啊，再修了一些这个什么呢，神庙神殿呢。一会儿我们会途经，在你的左手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会儿我们还有途经看到一个罗马大道。它会被列为世界新7大奇迹，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看看，我们走到最后面开阔的山地，你就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多不同峡道、山道、马道、驴道，都可以来到佩特拉这个古城啊。巨大的砂岩，到了晚上，到了早上，到了日落，它有各式各样的景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景有多么多么的美啊。那佩特拉呢，也在这个海拔800到1000公尺呢，马德巴山，所以呢，在大概11月份来的时候，一直到2月份，它的气候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这里阿拉伯人的民族啊，纳巴特人在红褐色的砂岩凿建出来，面积广达了264平方公里，大约有一座台北市大的城市。挖掘出来啊，你看8%在比熊农爱不出来。佩特拉之所以兴盛，也在于当时它的运输、丝绸、香料、贸易路线的重要枢纽，连贯了阿拉伯的南部、埃及、地中海等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也让当时的罗马帝国超级想要征服它，进而真的来打下它，控制了这个国家，就控制了非常重要的经济命脉啊。对啦，谢谢乐透，谢谢小王，多谢，感谢。这座古城让我震撼。这座古城在罗马帝国统治它之后，沉睡了1000年了，一直到后期才被瑞士的探险家重新发掘，重新的带出来啊。而且你知道吗？约旦的政府还规定了，只有贝都因人能在佩特拉做生意，不论骑驴、骑骆驼、开餐厅等等啊，
保障当地的人啊。这个跟美国的大峡谷有印第安人在管理是一样的所以进来到佩特拉，你看到的都是贝都因人摆的所有的摊贩、咖啡馆。所以我前面才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呢，这里是三不管地带，它也保障了它的民族的生活那这里太多的神庙真的你看都看不完，蛇到了尽头，绝美的神殿、峭壁在这两旁。今天整集的佩特拉，让我们来 enjoy 享受一下吧。一个被遗失、遗忘的古城，如今我们来到这边摄影，